最近短剧圈又传来一个让不少观众瞬间坐不住的消息：翟依莹和卡荣难道真的要在今年9月迎来第3次合作？先别急着激动，因为目前关于9月新合作的消息，更多还是来自网络讨论和粉丝期待，并没有看到双方官方正式官宣。所以今天我们不把它当成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一起梳理一下，为什么这个三搭传闻会突然拥有这么高的关注度。而这里还要先纠正一个名字，大家口中的 Karen 在中文娱乐圈里通常对应的是短剧演员卡荣，而不是张茶龙或张白云。如果你最近一直在追翟依莹和卡荣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段故事你一定不能错过，因为他们之间的缘分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次合作了。从心动、已读不回到野河荒长，两个人的合作已经让观众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化学反应。而现在第3次合作的可能性一出现，评论区马上就热闹起来了。有人说这一次如果是真的，短剧圈又要迎来一波新的 CP 热潮。也有人直接表示前2次已经很好磕了，第3次还不安排上，真的说不过去。那么问题来了，翟依莹和卡荣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让观众产生期待？答案可能并不只是颜值。第一点就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观众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他们的组合并不是那种一眼就非常夸张的偶像剧式 CP， 相反，他们更像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在剧情推进过程中慢慢产生火花。心动已读不回中，翟依莹饰演的苏向晴是一个性格明快、嘴很利落、行动力很强的女孩，而卡荣饰演的沈纪则是一个因为过去经历而逐渐封闭自己的人，一个主动靠近，一个慢慢打开自己的世界，一个负责制造热闹，一个负责承接情绪。这种人物之间的反差让他们的互动天然就有戏。更重要的是，这部剧并不是单纯依靠甜蜜桥段制造 CP 感，两个人的关系是在一次次相处、误会和互相治愈中慢慢建立起来的。红果官方账号此前也曾介绍，心动已读不回的核心就是从最初的交易关系逐渐发展成双向救赎。该剧在播出前预约量更是突破了130万。所以观众为什么会记住他们？因为这对组合不是简单的站在一起很好看，而是角色之间真的存在一种互补感。这也是为什么第1部结束之后，很多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他们再次合作。没想到第2次合作真的来了，那就是野河荒长。如果说心动已读不回让观众看到的是轻松、治愈和反差，那么野河荒长则明显把情感浓度往上拉了一层。翟依莹和卡荣再次站在一起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已经不是第1次合作时那种新鲜感，而是一种更加成熟的默契。甚至有网友形容两个人已经开始拥有一种熟人感，这种感觉非常微妙。他们不需要每一次都靠夸张动作来表现关系，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可以让观众感觉到人物之间已经存在过往。而野河荒长的相关资料和讨论中，也确实多次出现翟依莹与卡荣2搭的话题。相关剧集页面也显示，两人共同出演了这部作品。更有意思的是，随着第2次合作之后，观众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既然已经2搭了，为什么不能3搭？于是翟依莹和卡荣3搭的讨论开始越来越多。甚至有粉丝直接在心动已读不回播出后的讨论中喊话期待3搭。而到了现在，这个话题再次被翻出来，自然就很容易引发关注。不过真正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并不是3搭这2个字，而是他们每一次合作都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第1次是治愈系爱情，第2次是带有遗憾、错过和重逢感的情感故事。如果真的迎来第3次合作，那么观众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一句话：这一次他们又会演什么？甜妹遇上成熟男主，欢喜冤家，职场爱情，古装宿命，还是直接挑战完全不同的人设？这才是3搭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演员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一直重复同一种 CP，而是同样的两个人可以让观众相信他们在不同故事里就是不同的人。
翟一莹恰恰具备这种可塑性。从早期作品到现在，她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她身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亲和感，尤其是面对甜妹、都市女孩、活泼型女主的时候，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但她并不是只能演甜，当角色需要情绪爆发、成长或者承受压力的时候，她同样能够把人物的另一面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她在短剧圈里的搭档数量一直非常丰富。而卡戎则是另一种类型，他的优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特别强烈的霸总攻击感，反而是一种比较稳定、成熟、有生活感的男性气质。有媒体和短剧榜单讨论中，也曾把卡戎称为具有明显人夫感的男演员。这其实就是他和翟一莹组合起来以后，特别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原因。翟一莹负责把画面变得灵动，卡戎负责把情绪稳住。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容易制造冲突，一个负责承接情绪，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节奏。而且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他们的 CP 感并不是只存在于粉丝剪辑里。从作品本身来看，两个人已经连续合作过至少2部受到关注的短剧，《心动》《已读不回》之后又有《野河荒长》。相关演员资料也将卡戎与翟一莹列为多次合作搭档，所以当第3次合作的消息出现时，观众才会觉得他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幻想。但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目前能够查到的公开信息并不足以证明9月3搭已经正式确定，所以我们现在最合理的理解应该是有讨论、有期待、有相关传闻，但等待官方消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短剧行业的项目变化速度非常快，演员形成、剧本调整、拍摄计划、平台档期都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甚至一部作品在正式官宣之前都可能出现人员或者档期调整。所以真正让我们期待的不应该是提前把传闻当成事实，而是等待官方给出最终答案。不过话说回来，如果9月真的让翟一莹和卡戎再次站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我觉得答案已经非常明显。第一，预约量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波看点，因为现在的短剧观众已经越来越成熟，他们不只是看演员，他们会追演员组合。一个有过成功合作记录的 CP 本身就拥有一定的观众基础。第二，就是剧情类型，如果第3部继续走甜宠路线，观众可能会觉得非常舒服。但如果制作方足够大胆，直接给他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人设，反而可能制造更大的讨论度。比如说，让翟一莹第一次挑战一个更加冷感、更有距离感的女性角色，让卡戎不再演温柔可靠的男主，而是尝试一个反差特别大的角色。这样的组合才真正有可能让3搭从简单的 CP 回归升级成一次角色突破。第3，就是花絮。这个可能才是粉丝最关心的，因为真正熟悉的搭档在拍摄现场往往会拥有一种不同于第1次合作的氛围。第1次合作是互相适应，第2次合作是建立默契，第3次合作则可能直接进入熟人模式。而这种熟悉感恰恰最容易产生让观众尖叫的幕后瞬间。当然，我们也必须把现实和荧幕区分开，演员之间合作默契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存在特殊关系。CP 感来自表演、角色设计、镜头语言以及演员之间的配合。观众可以享受这种化学反应，可以磕剧情，可以期待新作品，但没有必要把戏里的关系直接延伸到现实，这反而是追星和看剧最舒服的状态。回到翟一莹和卡戎，我觉得他们真正值得期待的地方，其实不是是不是第3次合作，而是如果真的3搭，他们还能不能让观众产生第1次合作时的那种新鲜感。因为2搭已经证明了一件事，这2个人放在一起是有效果的，而3搭要做的就是证明他们不仅仅是适合合作，而是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角色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从治愈到错过，再从错过到新的相遇。如果9月真的官宣，那么这一次很可能不只是短剧粉丝期待的一部新剧，它还可能成为翟一莹和卡戎合作关系中的一个新节点，甚至可能让这对组合真正形成